沈清河，你妖言惑众，污蔑贵妃，毒害太后。即日起，给我贬往岭南黑雾岭。黑雾岭，那地方一年死3批流放犯，毒虫遍地，瘴气要命，去了多半活不过半年。黑雾岭，我前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。这是送我回家啊，那里轻敲漫山，石缝活翔成片，随手一把野草都是救命的药。他们觉得可怕，只是根本不会用罢了。太后娘娘，这是臣妾让药寻了3年才寻来的阳寿香，取南海沉香、昆仑雪莲、百年灵芝入炉，点上一炷，可安神延寿。贵妃有心了。不对，前味是沉香，中间夹着甜腻，最后一丝冷得发苦，这不是安神香。娘娘，快诊脉！太后娘娘怎么了？是不是今日夜上人多，累着了？说话！回皇上，太后娘娘脉象急乱，像是气血上逆，臣等立刻开安神汤。安神汤，再吸半克，这条命就没了。你干什么？沈清河，沈女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本宫献给太后的延寿香。取清水，拿银针。太后若再拖下去，你们谁来担这个责？快取银针！太后醒了！这不是延寿香，是慢性毒香。沈女医，你说什么？沉香只是盖味，里面掺了阴干乌头粉、夹竹桃汁，还有一味缓慢催发心中的寒性毒草，混在一起，第一次闻只会头晕，闻久了胸闷、手抖、脸色发青，再久一点，人就醒不过来了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一片小心，怎么会毒害太后？皇上，此事只怕另有隐情。沈清河虽是女医官，却向来行事偏激。他父亲沈院判当年便因用药大胆，惹过不少祸事。如今他又当众污蔑贵妃娘娘献上的香有毒，臣以为不可只听他一面之词。哼，周大人，太后刚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先不查香，反倒急着查我。皇上请看，这是臣今日在太医院药房查到的药方，上面有沈清河私自改动太后安神方的痕迹，他擅自加入寒性药物。若太后今日发病，未必是香的问题，也可能是他早有谋害之心。他改过太后的药，难怪他刚才冲出来的那么快，莫不是早就准备好了？这不是我写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要狡辩？皇上，臣还查到，沈清河近来多次翻看旧年毒香脉案，太后今日出事，又正好是毒香，这未免太巧了。旧年毒香脉案，那年东宫太子久病不愈，父亲从熏香、汤药、脉象里查出问题。他说太子不是病，是有人用慢性毒香一点一点耗死他。可案子还没递上去，父亲就死在了太医院脂肪。周大人，我父亲死前查的那本毒香脉案，是不是也在你手里？皇上，臣妾不过献了一炉香，沈女医却先污蔑臣妾毒害后又叛者旧案，他这是要借太后凤体翻他沈家的旧案啊！沈清河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只知道太后今日确实中了毒香，香炉在此，香灰在此，请皇上命人彻查苏家药行，彻查太医院香药出入，只要查，便能查出是谁在香里动了手脚。皇上不可，太后刚醒，宫中不可大乱。若此时彻查贵妃娘娘母家，只怕外头会以为宫中不稳。皇上，臣妾不怕查，可今日是万寿宴，是新帝登基后第一次大宴，若传出去说臣妾毒害太后，皇上的颜面何在？你笑什么？臣笑太医院跪了一地，
满店闻着毒香，却没人敢说一个毒字。陈还笑这炉香，他差点要了太后的命，可现在所有人更怕他伤了皇上的脸面。放肆！你父亲当年便险些因误诊坏了东宫大事，朕念你有医术，才留你在太医院，可你不知感恩，反倒妖言惑众。来人，给我夺沈清河1级，杖责20，贬往岭南黑雾岭。黑雾岭那地方流放犯去了，多半活不过半年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太后今日能醒，是因为香灭得早。若还有下一路，未必有人敢再灭。拖下去！沈女医忍不住就叫。省点力气，岭南路远。清河，你若昨日肯认个错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一步。周大人，那本毒香脉案，你藏不住一辈子。岭南瘴气重，你还是先想想自己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吧。我若活着回来呢？黑雾岭没有人能回来。沈妹妹，岭南瘴地湿热难熬，本宫特意让人给你备了件轻薄衣裳，路上穿着也舒服些。这股香气，昨日那炉香里用来盖位的沉香，他是故意羞辱我。沈妹妹可要活久一点，本宫还等着听你的消息呢。娘娘放心，我这人命硬，越毒的地方越养人。沈清河，你知道黑雾岭是什么地方吗？1年死3批流放犯，上一批刚到3个月就埋了一半，毒虫咬一口，腿肿得像木桶，夜里瘴气一起，人睡着睡着就没气儿了。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活？晦气！这鬼地方连鸟都不愿意飞进去。沈清河，到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黑雾岭的流放犯。哼，没人护你，没人救你，能不能活，看你的命。你笑什么？谁说这是死地？这明明是一整座药山。把身上那身晦气衣服换了。京城来的沈清河，妖医毒女。这地方还要医？黑雾岭只认命不认医。京城来的女医官，到了这儿连狗都不如。喏，那儿归你。还挺能忍。小石头，醒醒！娘，我冷。快点，求你跳廊中！这地方哪儿来的郎中？熬得过去就活，熬不过去就埋。哭什么？少几个正好省口粮。这水从井里直接打来的。都这么喝？孩子不是染了瘴气，是喝了脏水拉脱了水，再加上高热。锅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还真想救？锅在哪儿？想让孩子活，就把柴搬来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这里的柴是按人头分的，凭什么给你烧水？因为今晚死的是孩子，明晚可能就是你。你们喝的是烂叶泡出来的井水，屋里睡的是梅草席，吃的是受潮发酸的粥。不烧水，不换水，不熏虫，今晚死3个，过几天死一屋。我那儿还有2根柴。真能烧吗？能。姑娘，你真能救。我试试，但你们得听我的。水也糟蹋。这水喝下去就是毒，倒了是救命。这是做什么？做一道简易的滤水层，灰吸脏东西，碳吸臭味，杀挡渣子，水过一遍就干净大半。姑娘，你去哪儿？采药。沈姑娘，这些真能救人。这个退热，这个化湿、止吐、散热，这个拿回去点着熏屋子，虫子闻了受不了，会自己往外跑。
都是草啊！认得出来就是药，认不出来才是草。这味儿也太冲了，嫌冲就出去闻霉味儿。慢慢喂，别灌，它还能东西，喝进去就有机会。把这个沿着墙根慢慢熏一圈，虫子怕这个烟，一熏就往外跑。你想熏死我们？虫子比你先受不了。真有虫！就天天咬我腿。沈姑娘，你在宫里真给贵人看病？看过啊，那怎么会来这儿？说了真话。唉，真话在好地方都活不下去，在黑雾岭更活不下去。那就让黑雾岭先活下来。娘，昨晚那几个呢？咽气了没有？趁早抬出去。活了？怎么回事？是沈姑娘，是她烧水采药熏雾，是她救了我儿子。我家二丫也是她救的，昨晚都烧糊涂了，清早能认人了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岭南不会杀人，不懂才会死。沈姑娘，这水还要滤吗？滤完再烧。沈姑娘，你昨晚没吃东西。何掌柜的人，听说营里来了位京城女医，我们东家心善，知道她刚来岭南，怕她不懂规矩，这是上好的退热散，赏她的。何家的药可不是谁都能拿到。沈清河，你还不谢？青草是旧的，黄连是霉的，还掺了东西压苦味。这药给高热的孩子喝，不是治病，是要命。沈姑娘，我们东家说了，在黑雾岭治病救人不是不能，可药这门生意得按岭南的规矩来，该收的钱要收，该低头的人要低头，别为了几个流放犯坏了大家的饭碗。你做什么？这什么味儿？呛死人了！好药烧了是药香，你们闻闻这是什么味儿？这就是他们拿来给孩子治病的上好退热散。你敢烧何家的药？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拿发霉药渣糊弄病人，迟早出事。沈清河，你一个流放犯，敢跟何家作对？我不跟何家作对，我跟害人的药作对。沈姑娘，何家在岭南？管事大人，昨晚那3个孩子若喝了这包药，现在已经埋在后山了。行，沈清河，你有种！黑雾岭路远山深，以后缺药的时候别来求何家。沈姑娘，你睡这儿，还你。你咬过了。你别以为救了几个人就能在这营里当菩萨。我不当菩萨，谁该吃药我给治，剩下的我管不着。那该死的人呢？看他自己。军爷，出什么事了？谁是沈清河？我是。你就是京城来的女医，跟我们走。军爷，他受着伤呢。将军营里一夜倒了300人，高热、腹泻、吐血，军医压不住。陆将军那边出事了。陆将军说了，救不活，就把你一起埋了。沈清河，你刚不是挺能吗？这回可是军营。沈姑娘，水照昨晚的法子烧，孩子再热就喂半碗药汤。我记住了。走不走？带路。别碰！昨晚碰过他的人，今早也倒了。怎么不走？将军在前帐等你。水桶里有虫卵、烂叶，桶盖都不盖，难怪倒了300人。哼，将军，这就是从流放营带来的罪女，军中300将士性命，岂能交给他胡闹？沈清河，是。你在流放营救过人，但这里是军营，你若敢妖言惑众，我立刻斩你。将军要杀我，等人死完再杀也不迟。放肆！你有几成把握？你去哪儿？看病根。你干什么？看清楚，这是你们喝的水。
军中取的是后山泉水，泉水干不干净不看名字，看桶里有什么。高热、腹泻、呕吐、皮肤溃烂，不是山神降账，是你们喝的水脏，吃的粮没，住的瘴尸。荒唐！黑雾岭本就瘴气重，自古军中遇瘴都是驱邪压瘴。你一个罪女，懂什么？我懂人喝了脏水会病，吃了没粮会泻，伤口泡在湿气里会烂，也懂你们口口声声说山神，实际连水桶盖都懒得盖。查粮仓。将军，粮仓一直由军中老人看管，不会有错。开仓。我们这几日吃的就是这个。岭南湿热，粮食难免受潮，将士体弱才会。体弱，1个人弱，10个人弱，300个一起弱。药仓在哪儿？你行医30年，连药发霉都闻不出来。这批药谁送来的？何家药行，军中常年从何家采药。外伤药里掺石粉，退伤药里混霉草，止泻药里加过期药渣。你救的是人，还是何家的账本？传令，从现在起，军中所有井桶水不煮开不得入口，病账分开，轻症、重症、未病之人不许混住，没粮全部清出。病账熏艾，药材由沈清河重新验过。将军，她是罪女。那你是什么？300人倒在营里，你告诉本将是山神降账。他一来，先找到了水、粮、药的问题。你若不服，就一个给本将看。这都是兄弟们吃进肚子的东西，难怪怎么喝药都不见好。沈姑娘，没粮要怎么处置？烧，全烧。留下就是继续死人。烧！沈姑娘，这药还能用吗？这把不能。药性相冲怎么办？这把去掉霉根，洗净，急用还能撑一夜。你若知道相冲，昨晚就不该拿梅黄连配酸败药粉给他们喝。需要多少人？20人烧水，10人清井，10人洗药，10人熏账，另派人守病账。重症不能乱灌药，腹泻脱水的先喂温盐水。盐水？人泻久了不止缺水，还缺盐，光灌药救不回来。按他说的办。姑娘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现在还能说话，死不了这么快，慢慢喝，喝一口歇一口。你说话真不中听。中听的话救不了命。还有多少能救？昨晚撑过去的大半能救。需要什么直接说。干净水、干燥柴、盐，能用的药，还有不要让不懂的人乱插手。沈姑娘，我以为我真回不了家了。坐着，少说话，喝完。从今天起，别叫人家罪女了。300病倒将士，存活287人，13人没撑过来。沈姑娘，之前是我失礼，道歉先放一边。你军中药仓烂成这样，迟早还得死人。查，东家，军营那边的消息，陆将军营里倒了300人，是那个沈清河给治好的。治好了，活了287个，陆将军还亲自给他抱拳道谢。他用的什么药？没用咱家的药，全是他自己从山里采的草药，青草、藿香、艾草。他还查了咱家供给军中的药仓，当面说药材掺假。陆将军亲手砍了咱家挂在药仓门口的木牌。何家在岭南做了3代药材生意，军营的药、官府的药、百姓的药，全从我这里过。流放营那些人穷怕了，1两银子够买一条命。再放话出去，就说他用的是毒草，军营好转是回光返照，让人心中先种上疑。野草治病，哼，治得了病，治不了人心。听说没？沈清河用的是毒草，士兵现在好转是回光返照。真的假的？再过2日，全营要暴毙。
我的药包，不只是药包，亮着的药也被人动过了。沈姑娘，昨晚还在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看我做什么？东西丢了就赖我！手伸出来。凭什么？拿出来。我没。狗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疼。沈姑娘，我错了。是何家的人给我银子，让我偷你的药包。他们说你用的是毒草，说只要我把药包交出去，就给我1两银子。我儿子不知道，误吃了他们留下的药。求你救救他！赵三娘，你真不是东西！沈姑娘救了营里这么多人，你还偷她药？烧水，哭治不了病，抱住她，别让她乱动。娘，活了！沈姑娘，我救的是孩子，不是原谅你。你偷了我的药包，何家的人就把他们的药留在了你这里。你儿子吃进去的那包东西，就是他们顺手丢下的。你拿了1两银子，可你想过没有，何家连送你的药都是没的，他们拿银子换你帮忙，根本不在乎你和你儿子的死活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沈姑娘，你看，这是何家这3年卖给军营的药材清单，账面上写的全是上等货、上等青荞、上等黄连、上等外伤粉，这是仓里实际存的东西。账上写的上等青糙，实际是隔年的陈货，药性折了大半。这个黄连掺了树皮充数，味都不对。外伤粉里有石粉，撒在伤口上不是止血，是烂肉。将军，我们查了药仓值守，账本中间被人换过页，何家每年卖给军营的药9成都有问题，不是旧药就是掺假。9成假药，他们拿本将的兵当什么？岭南不是缺药，是有人拿全军的命赚钱。将军，末将这就带人去封何家药行。封了何家，明天军中用什么药？何家能卡军营这么多年，不是因为何万山多厉害，是因为军中没有自己的药，百姓也没有。你今天封了何家，明天发热的士兵要药，腹泻的孩子要药，伤口溃烂的老兵要药，到时候你还得去找另一个何万山。那难道就这么忍着？开药房。开药房？沈清和你当制药是洗菜？药材采摘有时限，炮制有火候，存储有规矩。军中缺人缺粮，你拿什么开？正因为缺人缺粮，才要开。岭南有药山，流放营有人，军中有病册，百姓有需求，差的是把这些串起来的人。流放营那些罪人也能做药？需要什么？一个能遮风的棚子，20个听话的人，还有时间。给你。青糙还剩3把，藿香2把，黄连见底了。沈姑娘，何家的药全清了，能用的就剩这些。照军中现在的消耗，最多撑5天。5天，药房还没建好，新药也没出来，等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把剩下的药按轻重缓急分3档，最急的留给重症，轻症先用山上的仙草顶。仙草没经过炮制，能行吗？鲜青草退热比干的还快，只是不好存。现在不是讲究的时候，是撑过去的时候。药坊那边一边建，山上一边采，采多少用多少，先把这5天熬过去。你要挑人去药房，我们这些罪人也能做药？药做错了要死人啊！咱们这些手洗衣服都洗不干净。手脏可以洗，心别脏就行。你来。你不是问罪人能不能做药吗？先洗一把给我看。一遍，再洗，根缝里还有泥。看见了吗？不是不会，是以前没人教，也没人拿你们当人用。沈姑娘，我学。我力气小，但能晒药。我眼神还行，能挑烂叶。我也学。药房不收偷药的人。我偷过，也认。你要是不收，我没话说。
那就从最脏最累的做起，洗药，洗不干净就别碰下一步。行。沈姑娘，这能做药房？先挖排水沟，破草全换，那里晒药，东边背阴做储药架，灶台不要靠药架，烟火潮气都要分开。这么讲究？药不是从山里摘回来就能用，采错害人，洗错害人，晒错害人，放错还是害人。照他说的办。不是说缺药吗？怎么先修屋？药坊要是还这么湿，今天采药，明天发霉，做多少坏多少。何家就是这么糊弄人的。这回干净吗？根须没断，你也洗净了，可以。药房第一批做出来的不是贵药，是军中眼下最缺的5样。防胀香囊，里面是艾草、藿香、佩兰、薄荷，挂在病帐和营房里，压湿气驱虫，少染病气。净水药包，急行军遇到水不干净，先过滤再煮。每包封口谁领的记账，防止有人偷懒不用。止泻药粉、外伤药膏、驱虫艾条，这5样备齐，军中80%寒降病都能应付。香囊这种东西也算药？上个月病帐里1半人是虫咬发炎引起的高热，挂上这个，虫子少1半，病就少1半。治病不如防病。记。怎么回事？副将，我们10个人上山巡了一圈，回来路上4个人开始拉肚子。中午在山里喝过一处溪水，喝完没多久就不对劲了。沈姑娘，药房的药刚做出来，能不能试一试？不是重症，就是喝了脏水闹肚子。正好，止泻药粉第一批刚出来。这药比军棍还狠。行啊，上午还抱着肚子哭爹喊娘，下午就能站了。别说，那药虽然难喝，肚子是真不疼了。沈姑娘，4个人全好了，这个止泻药粉我记上了。门口那个，你找谁？我听村里人说，军营旁边开了个药房，有个沈姑娘会看病。沈姑娘在吗？我家娃这几日一直泻，何家药行1包药要2两银子，我买不起。我听说这油药能不能行好？我就这些。回去把家里的水烧开，孩子这2日别吃凉的，药不够再来。不要钱。明天送1筐干柴来。我送，我一定送。昨天3个，今天7个，照这么下去，药房门口都能摆集市了。那不挺好？说明咱们的药管用。东家，这个月附近3个村寨的药钱都没收上来。吴家屯那边说孩子的病已经在军营那边看好了，不用咱家的药了。李家庄连退热散都不买了，说什么药房免费送。多少？这半个月少了40%进项，再这么下去，到月底一个旧马棚改的药房，几个流放犯洗的草药也能抢何家的生意。百姓嘴里都在传，说他的药比咱家便宜还管用，有人还说咱家以前卖的是霉药。备车，我亲自去看看他这个药房到底有多大本事。这就是沈姑娘开的药房，旧马棚改的地方也敢称药房？你说谁呢？沈清河，听说你被夺了1级，一个没有1级的罪女私自制药卖给军中和百姓，你这是救人还是害人？何家药行在岭南做了3代药材生意，从来按规矩来，你一来就搅乱药价，今日不给个交代，老夫便去告官。告什么？告我救了你没救的人。牙尖嘴利，药不是靠嘴说的。你说的对，三娘，去仓里取1包何家的退热散，再拿1包咱们药房做的退烧药，摆在桌上，当着大家的面看。既然河东家说药不靠嘴说，那就当场看。请3个人，1个老药农，1个军医，1个用过何家药的百姓。李老头懂药，在山里采了一辈子。何家的青草旧了，药材阴干后本就如此，还有霉味儿，确有霉气。我以前给孩子喝的就是这个味儿。嘿呦，这能喝？
何家一包卖2两银子就卖这个？药材遇热出油是正常的。那你喝一碗。河东家自己家的上好药，喝。谁敢动？沈清河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陈二，前锋营，去年雨季高热腹泻，服何家退热汤3日，死。刘青，巡山队，伤口溃烂，服何家外伤粉，死。王石，炊石营，腹泻不止，服何家止泻药，死。我弟弟叫赵虎，前年雨季死的，军医说是瘴气，是不是也有你的药？军中生死岂能都怪药行？不能都怪药行，所以我只问药：你何家卖给军中的药，为何账上写上等，仓里全是没货？为何退烧药里掺树皮，外伤药里掺石粉？为何百姓买不起药？你在雨季涨价3倍！好，沈清河，你有军营撑腰，今日老夫认栽。但岭南的药路不是你一个罪女说改就能改的。他不会善罢甘休。他当然不会，饭碗被砸了，谁都会急。东家，今日又有2个村寨退了药。李家庄的李俊说，以后村里的药都去军营那边拿。东家，硬来不行。陆将军护着他，军营我们动不了，药坊也有士兵守着。但是他新开的药田在山坡上，离军营有一段路，白天有人看，夜里就2、3个流放犯守着。那片药苗刚抽出来，干得很。我做了3代的生意，不能让一个罪女毁在手里。药坊没有药田，就是无根之木，根没了，看他拿什么救人。是。沈姑娘，将军派了10个人守药坊。何万山今天被当众打了脸，只怕要动手，要不要再派人去守药田？守不住所有地方，那怎么办？让他烧。你是不是早知道他会烧？何万山不敢烧药房，军营守着；何万山不敢烧药房，百姓看着，他只能去烧看起来最像命脉的地方。那可是我们种了半个月的，舍不得。谁舍不得了？药田着了，快看，山上着火了！沈姑娘，药苗全在上面。别去，风往东走，人过去会被烟呛住。沟已经挖了，火烧不到药房。有人往林子跑了，带人追！副将没追上，林子太密，天又黑，人钻进去就找不着了。是何家的人，跑不了。何万山这个这下怎么办？苗都没了。沈清河，你还看什么？烧得好。你说什么？有些药正好要草木灰肥地，青荞根没全死，艾草更耐烧，藿香根浅，补种就行。烧过的灰翻进土里，第2批苗会比第1批更旺。真的？你不是学了半个月，自己蹲下看。活的，真活着，还有根儿没烧死。翻土。翻！从今日起，谁烧药田，便是烧军粮，按军法处置。这回看何家还敢不敢来？他还会来。药田只是开始，何懒山丢的不是一片田，是岭南药家的刀把子。刀掉了，他一定会捡。沈姑娘，救救我儿子！他从昨晚开始发热，拉了1夜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沈姑娘，不好了，北边2个寨子都发病了，南边水沟河也漫了，有人说是大疫。大疫？
谁家里还有干净水？谁喝过山洪退下来的积水？谁家里有老人孩子已经发热腹泻的？沈清河，药仓够不够？跟我来看。要是全放出去，3天就空。那就按命发。什么意思？谁最危险，谁先领，不是谁嗓门大，谁先拿。师姑娘，先给我，我娘快不行了。我家孩子才3岁。我是军营的家属，我先领。药仓开，但不是谁嗓门大，谁先拿。师姑娘，我家也等着救命。你家有老人孩子吗？我媳妇儿病了。能走吗？能。那排第2等，记：老人孩子先领，军属先领，重症先领，每户按人数登记。领药的人必须说清病症，不会烧筛的先去旁边学。药拿回去倒卖的，永不供药。不是你家，你刚领过，别急，挤坏了要帮你赔命啊！你以前不也是流放犯？我以前蠢，现在不蠢了。止泻药半包，清水包2包，回去水煮开，孩子先喂温盐水，再喂药。我记住了。听清楚没？不是拿回去1碗灌下去，错了，药也救不了人。听清楚了。下一个。沈姑娘，我刚清了一遍药仓，3天下来，退烧药发出去4成，止泻药发了3成，净水包只剩半价了，整个药仓少了1/3。这么快？不过有个好消息，最早领药的几户已经开始退热了。北边寨子今早还送来了1筐干柴，南边村民送了新编的竹筛，军属们也主动来药房帮忙烧水熬药。药仓在减，但人心没散，继续按规矩发，不能乱。东家，大意的消息传开了，附近10几个村寨都有人病倒，好几个原来去药房领药的百姓，昨天又跑到咱们门口了。药房排队太长，轮不上。沈清河那个药房撑了几天？3天，听说药仓已经去了1/3。他的药仓再大，也经不住大意烧。把药行的门关一半，挂新价，退热粉10两白子1包。10两，原来才3000。大意来了，药材难得，他沈清河发得了3天的药，发不了30天。等他药仓空了，百姓还得回来求何家，到那时候10两都是便宜的。10两，1包普通退药粉10两银子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大意来了，药材难得，买不起就别买，命贵还是钱贵，自己想。我爹快不行了，我先赊着，行不行？赊。何家不是善堂。沈姑娘，赵姐，外面传开了，何家药行趁着大疫涨价，1包退药粉卖10两银子，还有人跪下求赊，被何家伙一脚踢出来了。他何万山卖的是药还是人血？他卖的是怕。什么意思？人越怕死，他越能涨价，所以药房不能放乱。我们一乱，他的价还能再翻。东家，涨价的消息传出去了，骂声一片，可也有人悄悄来买了，买不到药房的只能来咱们这儿。药房的药仓撑不了几天，再等等，买的人会更多。不过不能光等他药仓空，趁今晚雨大，派人从后山小路摸过去。药房白天人多，夜里都在前面发药，后面的药仓只有几个人手，能搬多少搬多少，搬不走的毁了也行。药房旁边有军营的人，陆玄策的兵都在前门维持秩序，后山小路他不一定知道。去，多带几个人，记住带空袋子，装满了好搬。快撬后锁，前面都在发药，没人看这边。怎么有兵？不是说后面没人吧？
陆将军3天前就派人守这儿了，就等你们来。我们只是路过。路过带空袋子，是来转药的吧？路过还撬锁，你当我们都跟你一样瞎？何家的人又是何家？他们自己卖10两1包，还来抢沈姑娘的药，这要逼死我们啊！带走。陆将军，我们是河东家的人。抢军中药仓，按军法办。将军，京城急报！将军，什么事？将军，京城也起义了，先城南，后是东市，再到内宫，太医院开的方子压不住，病人一批批倒下。最后一棒，贵妃苏婉一并倒了。你看看，谁病了？一个很怕死的人。这就是药方，怎么都是些流服附绕？你就是沈清河？是。见圣旨不跪。圣旨是来救人的，还是来摆摆架子的？放肆！皇上有旨，罪医沈清河虽曾妖言惑众，扰乱宫宴，然念其在岭南制药有功，今京城疫病蔓延，太医院急需药方，皇上开恩，只要沈清河献出方子，便可免其流放之罪，恢复自由身。沈清河还不谢恩？谢什么恩？当初把人贬来黑雾岭的是你们，现在要药了，又说开恩。沈姑娘救了岭南这么多人，她有什么罪？没有沈姑娘，我兄弟早埋了。他没罪，凭什么叫罪医？凭什么只要方子？你们想造反吗？他们只是问一句：沈清河何罪之有？免罪，我何罪之有？沈清河，皇上已经格外开恩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京城疫情严重，贵妃娘娘凤体有坏，你若耽误救驾，担得起吗？京城要药可以，我不给方子，我只给成药。你敢？第一，公开恢复沈家清白，我父亲不是误诊而死，我也不是妖医毒女。第二，公布何家假药案，何家这些年拿煤药、假药供军，害死多少人？账本在这里。京城若要我的药，就得承认林南死的不是命贱，是有人害命。第三，所有药钱不收银子，折成粮食、布里、盐铁，送来林南赈灾。沈清河，你疯了！你一个流放犯，敢跟朝廷谈条件？不是谈条件，是立规矩。抗旨是死罪。那就别买，反正病的不是我。听见没？要药排队。大人，硬抢，陆将军那边不会让。低头哟。低什么头？我堂堂钦差跟一个罪女低头？他不给方子，我们自己去拿。你身边那个年轻的识字手也巧，让他去药房装成路上染病被丢下的随从，混进去把药方抄出来。大人，万一被发现，京城等着药，贵妃等着命，被发现是他的事儿，抄到方子是我的功。沈清河，你看这人写字儿比我工整多了，终于来了个会写的。让他去晒药。晒药？他写字这么好，不让他记册？新来的，先做最简单的。会写字的人不一定会做药，可做药的人，我看得见他心在哪里。
沈清河，这小子偷方子！我没有，没有，你趴在药架后面抄什么？只写了药名，没有采摘时辰，没有炮制火候，没有用量。周怀仁派你来的，回去告诉他，偷半张纸，只能偷到药名，偷不到人命。大人，人被沈清河当场抓了，药纸只抄了一半。废物，连张方子都抄不全。把抄到的那些药名送回京城，先交周怀明，总比空手强。就说药方已到，让他照着配。京城第2封急报，周怀仁拿着那半张方子，在京城找方制药了。结果呢？药名一样，顺序乱了，炮制错了，用量也错了，轻症重症混着喂，病人不但没好，反而加重了。贵妃苏婉仪高热不退，差点没命。皇帝震怒，太医院跪了一地。偷了半张纸就敢照着配，真不怕死。他们以为药就是一张纸上的几个名字，不知道什么药要先用，什么药要炒过，不知道高热先退热还是先补水，不知道孩子和大人的量不一样，偷了名字，偷不走规矩。京城那边扛不住了，第2道圣旨很快会到，让他来。皇上有旨，岭南沈清河就义有功，特封岭南药使，命其即刻入京救驾，不得延误。哟，这回不免罪了，直接封官了。沈药使，京城疫病危急，还请即刻启程。岭南药使，4字写的冠冕堂皇，好像一句封赏就能把之前所有羞辱盖过去。沈清河，你疯了！我不进去。你敢违抗圣旨？岭南大义未平，药坊离不开人，药仓离不开规矩。我若走了，这里先乱。可京城怎么办？要活命，让他们自己来岭南排队。沈清河，你出来看看，外面站了一地的人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沈姑娘，昨天你当着钦差的面烧了圣旨，不肯丢下岭南，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你教什么我们学什么。这下好了，药坊不够站了。那就不叫药坊了，那叫什么？药军。沈姑娘，军就我们这些人，我倒还能打，可他们也算军，打仗救灾靠他们。一个娃娃连竹篓都背不稳，妇到人家进山，别被虫吓哭了。你们觉得药军要靠刀？不靠刀，靠什么？靠这个。草也能当兵。今日比一场，你们男人一队，采药女和孩子一队，进山半日，谁带回来的药能救人，谁说了算。比就比，我们还能输给女人孩子？别到时候背回来一筐猪草。哼，你等着。沈姑娘，看吧，满筐。这都是什么？草药啊。这是鱼腥草、马齿，可以用；这是野蒿，勉强能熏虫；这是断肠藤幼叶。断肠藤有毒，这几样也不能入口。你们这满抠东西，能用的不到3成。满筐挺满。沈姑娘，27种：清操、退热、藿香、化湿、佩兰、压浊气。这3样像药，但不能用。这一株有毒，这一株根烂了，这一株被虫蛀过，晒不住。现在谁更像兵？药军分5队：采药队
专进山采药；跑制队负责洗、晒、蒸、炒；净水队负责村在水源；行医队跟着军营救伤；护药队保护药道和药仓。沈姑娘，想去哪队自己挑？不是挑，是考。认不出30种常用药，不许进采药队；洗不进跟凤泥，不许进跑制队；不会看井水、死水、山洪水的区别，不许进净水队；手抖、心乱、记不住病册的，不许进行医队。那护药队呢？靠能打吧？不只看能不能打，还要看守不守规矩。军就该练刀枪，天天洗草算什么军？这把刀能护10个人，这包药能护1个村。立旗吧！从今日起，岭南药军归药坊调度，护药、护民、护水源。谁敢劫药道、毁药仓、倒卖救命药，便是与岭南军为敌。护药、护民、护水源，护药、护民、护水源。东家，坏消息！沈清河搞了个药军，300多人，分了5队，又是采药又是净水，还有护药队专门看药道。陆将军还亲自给他立了旗，说谁动药仓就是跟军营作对。药军，附近山寨都传开了，百姓现在连何家门口都不去了，全排在药坊那边。他有了药军，有了规矩，有了旗，再这么下去，何家在岭南就彻底没路了。东家，现在硬来不行了，军营和药军绑在一起，咱们的人一个都进不了。进不了药坊，还进不了药道。他的药从山里采出来，要走东边山路才能送到药坊。那条路穿过黑风寨地盘，黑风寨那帮人什么都不干，只要钱到位，让他们把药道断了，药坊没了药源，百姓还得回来买何家的药。告诉雷横，劫3次，药坊就撑不住。将军，东边药道出事了，3车药被劫，护送的人被绑在树上，药全没了，只留了这块破布。黑风寨盘在东边山口多年，以前只抢商队，不怎么碰军种。突然来劫药道，不像他们的风格。我带兵剿了。不能现在剿。为何？雨季刚过，山路未稳，他们熟山路，你带兵进去，追得越深，越容易被拖住。那药道怎么办？他们抢药不是为药，这为断药方的路。山匪什么时候抢过药？突然来劫药道，背后有人给钱。何万山，让药军去。药军刚立起来，他们不是山匪对手，所以不硬打。药军做药军该做的事。你真不让陆将军直接打？打赢黑风寨容易，可山匪散进山里，药路还会继续被劫。那怎么办？让他们自己出来。你让他们挖水沟，不是下毒，也不是回水，只是把上游被他们堵住的脏水沟挖开，腐液和虫水往下冲，再把干净的泉眼用石头和木杖围住。然后呢？山里人可以缺粮1天，不能缺干净水半日。水怎么混成这样，黑的跟泥一样？上游泉眼也被人守住了，去了10几个弟兄，远处有兵，冲不过去，喝不着水了。把艾草、蛇床子、薄荷混在一起，点上。烟不毒人，但虫子受不了。往林子里压，逼他们出来。别去了，都是虫！还真出来了。先出来着的是小喽啰，真正要出来的人还没出来。别打了，孩子发热2天了，
求你们给点药！山匪家眷，我男人抢药是他不对，可孩子没钱。温盐水、退烧药半包，先降热。你救我救的是孩子，不是替山匪脱罪。沈姑娘，药是我接的，人也是我绑的，你要送官，我认。何万山给了你多少钱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们山匪什么时候抢过药？还专抢药房药道，真当别人都傻。何万山给了我们500两，还说药坊断了路，百姓还得回去买何家的药。他说只要我们劫3次，药坊就撑不住。你们就为了500两断百姓的命？山里也没活路，官路不通，上队少了，何家又卡着药，我寨里老人孩子也病，我药还在吗？在，没卖，何家还没来收，全还。药还了，人放了，抢药的事，军法照记。但我给你一条路，会认路就进护药队，会找水就跟净水队学，会背山路就给药道带路。黑风寨的老人孩子按规矩领药，你们有手有脚，不能白拿。你肯收我们？沈清河他们刚劫过药，所以放在护药队最前面，让所有人看着。再抢百姓一包药，我亲手送你见官。我认。停，就地卸货。将军，3车药1包不少，全还了。另外，雷横还把何万山派去黑风寨联络的人一并绑了，也押过来了。说，谁派你去的？是何万山，是何万山给的钱，何万山指的路，他要断药坊的药道，500两银子都是何万山安排的。为何将？陆将军，老夫可是良民，你不能随便抄家。良民，这是什么？写给黑风寨的信，你自己看看。你们凭什么？我认假药，认抢药，认囤药涨价。可沈清河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你查何家，查周怀民，查贵妃，可你真以为当年那桩毒香案只是贵妃一个女人敢做的？说清楚。你父亲沈院判当年查的不是普通毒香，是太子死因。太子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用毒香一点点耗死的。谁做的？贵妃有胆子，周怀恩有手，可没有皇帝点头，谁敢动东宫太子？周怀恩背后是皇帝，你父亲查到一半就被灭了口，你在宫宴上提毒香卖案，他们当然要贬你。何家给苏家药行供过毒香原料，周怀仁替宫中改过卖案。沈院判死前曾让人暗查太子熏香，后来那人也失踪了。原来父亲不是死在一个误诊上，也不是死在贵妃一个人手里，他查到的是皇权最不敢见光的地方。报！黑乌岭山口发现大批兵马，打的是京城禁军旗号，少说3000人，领兵的穿金甲，骑白马，旗上写的是苏字。苏？哪个苏？苏怀远，贵妃苏婉仪的亲兄长，京城禁军统领。他来岭南，不是请人，是抓人。陆将军呢？将军昨日带兵去东边山口，接应从灾区转过来的病民，最快也要当晚才回来。偏偏这时候来，这个苏宏远分明是挑陆将军不在的时候动手。他挑不挑，我都在。去药房。沈清河呢？喊什么？药府里没有笼子。放肆！苏将军奉旨来请沈清河入京救驾，尔等流放罪民，还不跪迎？请，带3000兵来请。
你们京城人请客都是拿刀请。沈清河，本将数3声，若再不出来，便封药坊，开药仓。天下药材皆归朝廷。我在。沈清河，贵妃娘娘病重，皇上也染了疫，京城百姓等要救命，你却躲在岭南不肯进京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我若进京，岭南药仓归谁管？自然归朝廷。归朝廷，还是归苏家？戳肺管子了！封药坊，查药仓，凡阻拦者，以谋逆论。哈哈哈哈！一群流放犯、山野妇孺，也敢挡朝廷兵马？苏将军，请看清楚，这是军中死亡名录，13个人，死因全是服了何家假药。这是何家假药证据和何万山的供状，这是毒香原料账，何家药行卖给苏家的东西。这一卷是我父亲沈渊志当年留下的毒香脉案，烧焦了半截，可上面香入肺腑4个字还在。太子怎么死的，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些东西谁准你私存？死人准的，军中30条命准的，岭南病死的孩子准的，我父亲准的。我不怕你们抢药，我怕你们不敢看证据。妖言惑众，烧了这些乱民册子！谁敢？滚！将军收到探头急报，半路折回来了。苏怀远，你敢在岭南药仓前动刀？陆玄轩，你要违抗圣旨！苏怀远，圣旨让你请沈清河入京，没让你烧证据。证据不过是罪女伪造的乱册。赵虎，前锋营，雨季高热腹泻，服何家退热散3日死。那是我弟弟，他的名字在这本册子上。你说是伪造的，那我弟弟是假死的。我这条腿是沈姑娘用药保住的。何家的外伤粉让我烂了半个月，若不是药房，我早结了。沈姑娘救过我儿子。当初何家一包药卖10两银钱，我买不起，是药房给了药。药君救过我们整个寨子，净水队挖沟清井，才没让大疫传开。我弟弟的命，就是岭南药坊救的。闭嘴！他在京城南巷染疫，太医院药压不住，后来吃了岭南送去的成药，才退热。将军，我们不能烧药仓。谁再动摇，军法处置。你可以处置你的兵，但你若敢烧药仓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苏将军，你现在有2条路。你也敢跟我谈条件？第一，烧药仓，从此京城断药，岭南断药，你苏家背下所有病死人的命。第二，护药车入京，让京城百姓自己看，谁在救命，谁在害命。沈清河，你别得意，京城不是岭南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带证据去。
说是监押，倒像被我们押着走。越往北病人越多，沿途好几个村寨都在求药。遇到病人就停，能治先治，药军到哪儿，规矩到哪儿。救救我爹！我家孩子伤了3天了，太医院的药喝了没用啊！也没比黑雾岭干净多少。老人孩子先领，重症先领，重症先领，军属病民先领。听见没？抬棺！别急，谁敢倒卖，永不供药。赵姐，你看，那边穿官袍的是不是太医院的人？远远看着，一个都不敢上前。那可不是嘛！当初把沈姑娘赶出去的时候，站在台阶上看；现在沈姑娘回来了，还是站着看，就是不敢走过来。周大人，不好了！岭南的沈清河带着药军进京了，还带了一箱子证据，何家的账本、毒香卖案，您改过的旧方子的底本全在里头。皇上已经下旨要当面对质了。他怎么会有那些东西？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里。这张不能留，带走毁了。等等，这纸，这字我认得，沈姑娘给我们看过那张伪造的太后安神方，批注的写法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来人，有人想跑！放开我！我是太医院副院使。副院使跑什么？袖子里藏的又是什么？沈清河，你不能凭一张纸定我的罪。那再加上何家的毒香原料账、太子病案、太后宫宴香灰，还有你亲手改过的旧药方，刚从你袖子里搜出来的。你怎么会有？死人留不住全部证据，但活人可以点点补回来。沈药师，贵妃娘娘3天没退热了，太医院来了5拨人，药换了3轮，全压不住。娘娘现在烧得说胡话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清河妹妹，你来了，看在我们同为女子的份上，救我一次。药可以救人，但不能替人洗罪。你什么意思？喝下去，你能活，活着受审。沈清河，当年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是皇上，是周怀仁，苏家只是替皇上办事。所以你更该活着说清楚。沈姑娘，热在退了，半日后应该能醒过来。醒了就押去受审。听说了吗？沈药使进宫了，他带的证据能翻太子旧案。当年沈院判就是因为查太子的死才被害的。太医院压不住的意，是他的药压住的。皇上要是还不查清楚，那天底下就没人信朝廷了。走，去宫门口，得给沈药师撑腰。沈清河，你看见了，京城的百姓也会替你说话了。沈清河，你不过一介罪女。皇上说错了，我是你亲口贬去岭南的罪女，也是你亲封的岭南药使。你带岭南兵马入京，是想逼宫？陆将军在殿外没有进来，药军也没有进殿，进来的只有我，还有一箱证据。开箱，把人带上来。此人是先太子寝殿旧宫女，沈院判生前曾救过她一命。太子出事后，她被逐出宫，在民间躲了10余年。
沈姑娘进京后找到了他。县太子病中，寝殿日日焚香。沈院判曾对我说，那香有问题，不能再烧了。后来沈院判死了，那香也全换了，换的人是周怀仁。皇上救我！朕不知你在胡说什么。我父亲查太子死因，你杀他；我查毒香案，你流放我。沈清河，如今你病了，才想起我会救命。皇上，你不是缺药，你是缺德。拿下！谁敢？重审旧案，沈院判冤枉，沈姑娘救了京城，请皇上重审太子毒案，请皇上重审太子旧案。臣认篡改卖案，认伪造药方，认配合苏家药行掩盖毒香。苏家奉命制香，害先太子如同失去灵魂的牵线木偶，陷害沈家，都是奉旨行事。贵妃与周怀仁伏法，苏家查抄，太子冤案已明，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你指太子冤案昭雪，苏家查差，周怀仁、苏婉仪伏法，沈家平反，朕退位，传位先太子遗孤。你爹的名字总算写。沈清河，你真不留在京城？新帝是先太子遗孤，听说当年还是你父亲暗中让旧仆把他送出宫保下来的。这孩子在民间长大，知道饥寒，见过疫病，他现在登基，肯定记沈家的恩，留下来怎么都比岭南强。记恩就好好做皇帝，别让我再回来骂他。你可真敢说！新帝有旨，准岭南设药学堂、设药仓、设药军营，天下灾疫之地，可调岭南药救援。臣领旨。沈药师，这是太医院重新补录的医籍，请过目。沈药师，我的医籍不在太医院，在岭南。让让，岭南药军回家了。沈先生，这是什么？他们贬我来此地，我在此地救天下人。记住，药能救命，也能立规矩，但最要紧的是拿药的人得有良心。